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这些男星长相看似很帅，实则越看越怪。王一博、王宇宁都榜上有名。以前电视上全是古天乐、吴彦祖、刘德华、郭富城这种级别的大帅哥，帅的人眼花缭乱，一张帅脸背后还有一张更帅的脸。现在却是王一博、程毅、刘宇宁这种小鲜肉大行其道，直接向全世界宣告娱乐圈审美降级了。这也怪不得曾有网友惋惜的表示，现在的观众好可怜，上班就要很累了，下班还要欣赏这种丑东西。下面这6位当红小鲜肉，就是人人都说很帅。王一博能在流量为王的时代占据称霸一方，真的是因为帅气吗？相信这个问题困扰了不少观众，毕竟王一博的颜值争议实在是太大了。有网友认为王一博的眼睛肿泡眼且小而无神，有的时候面部浮肿像个发面馒头，压根就没有帅气的地方，别说是与以前标致的男明星比较了，单人照都看不出他的帅气。在这些网友眼中，就算在《陈情令》这部让王一博快速走红、晋升成顶流的电视剧中，王一博的妆造也十分一言难尽。大长脸完全暴露在外，再配上王一博不算很大还有些无神的眼睛，面部600直接拉满，都显得不太协调了，就连脑袋上的抹额也挡不住他的大长脸。但在王一博的粉丝眼中，王一博简直帅得令人发指，帅得天上有，地下无。别说与之前公认的硬核帅的男明星相比，就算是吹成千年难得一遇也是应该。在这群粉丝眼里，王一博当然是世界上最帅的人，不管什么妆造，不管在剧中真正的造型如何，都要闭着眼夸帅。甚至有时候王一博在舞台上颜值状态不好，脸部浮肿被观众质疑时，王一博的粉丝还会义勇愤慨地反驳道，这是他长的奶膘，根本就不是长胖。其实王一博到底帅不帅这个话题，早就被观众讨论个遍了，但几乎都没什么大家能共同认可的结论。毕竟王一博帅气是有点小帅气，但被称为大帅哥就有些过了。但这就已经比眼睛还没眉毛粗的刘宇宁强得多了，他都能被称为属系帅哥，王一博又有什么不可以呢？眼睛还没眉毛宽的刘宇宁，从街头网红歌手到登上乐坛顶级舞台《我是歌手》，再到成为流量歌手，之后更是开始演起了电视剧，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新晋小生，甚至还能与大名鼎鼎的85花刘诗诗搭档。这才几年，身份就换了几番，任谁看了能相信呢？可偏偏刘宇宁就是做到了，不仅做到了，还把网红变明星这条道路做到了极致。如今他的流量竟然能和真正的顶流男星碰一碰了，但流量小生可不是谁都能做的，成为一个流量型演员远比成为歌手承受的要多得多，观众对颜值的要求也严苛得多。因此在他还是纯粹的歌手时，他那189厘米的身高，以及还算流畅的脸型，就成了加分项。那时候就算是路过的狗都得夸一嘴这歌手长得真帅。然而当刘宇宁参演了最在意颜值的古偶剧，还成了扛剧的男主，甚至还搭档上了公认的古装美人刘诗诗时，观众的态度瞬间就变了。不仅开始苛求刘宇宁的颜值，就连他那引以为傲的身高都成了缺点，因为个子太高导致的驼背，在刘宇宁穿上古装时暴露的十分彻底。
再加上古装剧会将额头全都露出来，他那小眼睛怎么藏都藏不住了，甚至观众还发现他的眼睛还没他的眉毛粗。只能说不作死就不会死。如果刘宇宁没有想当顶流的野心，安心做一个歌手，那绝不会被观众骂成这样，直到现在还顶着属系帅哥的名头。而下面这位男明星也经常因为找不到定位，被观众骂成筛子，甚至还达到了一种时帅时丑的状态。高个长脸胡一天，1.9米几的大高个，只往那里一站就足够唬人了。如果这时还能拥有一张有些姿色的脸，那对观众的来说将是一场暴杀。胡一天就是这样火起来的，长手长脚，加上锅盖短发，配上一身蓝白校服，校园剧中女主可望而不可及的高颜值学霸跃然纸上。当初电视剧《小美好》一出，就把胡一天的热度带到了一个不属于他的高度，沉迷于剧情的观众早就给他加上了一层厚重的角色滤镜，把对角色的喜爱转移到了胡一天身上。那时观众还不明白，其实《小美好》中的胡一天并不是他的真实颜值。换句话来说，在现代校园言情剧，胡一天是无敌的存在，但一旦碰到最检验颜值的古装剧，他绝对会原形毕露。现代妆造会用散落的头发中和胡一天脸型过长的问题，将他的颜值发挥到极致，但古装可不允许他这样遮挡，直接用头套将胡一天整个额头露了出来。这下胡一天本来完美的脸瞬间变成了长脸，甚至某些角度还有些向斜把子脸靠拢，让本来喜欢他的观众都后悔不已。如果说胡一天是颜值扛不住古装剧被观众嫌弃，那下面这位名叫王佑硕的男明星，恐怕就是古装温润如玉，帅入人心，现代妆造却丑到观众不敢看的典范了。匹诺曹王佑硕，只提王佑硕的名字，大家可能想不起来这是谁，但提起《大宋少年志》这部电视剧，知道的观众可能就多了许多。而王佑硕就是凭借在《大宋少年志》中饰演的少年公子王宽火遍全网，在剧中他既温润如玉又高冷正直，饱读诗书，气度不凡，让不少观众为他如痴如狂。但让人没想到的是，脱离古装回归现代装的王佑硕竟然丑到离谱，鼻子突然变大不说，就连面相都发生了改变，甚至看起来就像是真人版匹诺曹一样可怖。而下面即将要介绍的程毅，其实也是一位只能活在古装剧中的演员，换句话来说就是只有古装能入演。吹口哨的程毅，能让程毅火起来的影视剧，只能是古偶剧，毕竟他的现代剧扑得悄无声息，无一例外。那是因为他个子不高，身材比例太虐，几乎是又瘦又小，毫无男性荷尔蒙魅力的状态，甚至还显得尖嘴猴腮。在现代剧中，程毅与旁边的女主角站在一起，竟然比女主还像女主。但即使这样，穿着古装的程毅也并没有用超高的颜值逼得观众哑口无言，反而留了一大堆槽点，让不喜欢他的观众趁虚而入。首先，他最值得吐槽的地方，就是他那不管在什么剧，说什么台词都一定要撅起来的嘴，每次正好能露出一个小洞，就像是在吹口哨一样。而且他的嘴还是歪的，真没想到现在的歪嘴演员也能被称为大帅哥。于是观众就赐予他了一个与他形象更加符合的外号——口哨哥。以上5位男明星全都是乍一看帅气逼人，仔细一看却十分奇怪，但那是因为他们正好处在合适的妆造，并不是真实的颜值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实时通讯有用，
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！再见。